大家好，然后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兰花的画法。那么在讲兰花之前呢，就是说，兰花它作为我们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也是呢，我们最需要优先去练习的一个花卉品种。那么对于兰花来讲的话呢，它的重点不是花朵不是兰花的花朵，而是呢兰花的叶子。兰花叶子可以看到兰花叶子这种体验的变化，有粗的有细的，是吗？哎，这种它像小草，它是草本的，但是它的叶子又不同于其他的小草，它的叶子非常直挺，是吗？非常的有力量感非常的有力量感。所以说历来的话呢，被我们一些文人一些画家所喜爱，然后呢也有很多赞美这个兰花的一些诗词，以及呢很多一些优秀的历代画家呢，也都以兰花作为自己这个自己品格的一个象征，是吧？一生追求兰花的品格。那么呢，就是这种君子的气息，是草本的，但是呢，很挺拔，很有君子气息，宁折不弯的感觉。兰花和竹子作为最有气节的两个植物花卉，那么在绘画过程中呢，也是需要优先去练习的。当然，优先去练习的话呢，并不是说他们品格好，我们就要先练它，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作为兰花和竹子这两个题材来讲呢，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主要是练的用笔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国画当中讲究用笔和用墨。那么练兰花是最练用笔的。为什么练用笔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片叶子简单的来看一片叶子，一片叶子里面的话呢，有些转折的地方它很细，转过去之后呢，这片叶子又变得很粗。我们就简单这样一看这一盆兰花，有些线条，有些叶子是粗的，有些叶子呢是细的。为什么会有粗细的变化呢？因为有些叶片是侧面的，有些叶片呢是正面的，正面的宽，侧面的窄。同一片叶片上面，有些地方宽，有些地方窄，转折的地方窄，转过去之后宽，它有很强的变化性，但是呢又有很强的规律性。那么我们作为初学初入国画的时候呢，需要优先去练习兰花，练习的就是控笔的能力也是在打基本功。我们这节课呢主要以兰花为主竹子的话呢我们之后再讲。先讲兰花，兰花的话呢，它主要分为兰花部分和叶子部分。那么作为叶子作为主体存在，我们呢在练习的时候应该先以兰叶为主去练习，最后呢再去补充花朵。那么它的兰叶有什么样的规律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这一盆呢是一盆比较小的，已经这个还有这么1-2颗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大家会看到这一盆兰花好大呀，叶子好多呀，是吗？很多叶子，我们怎么去画呀？可能有点发怵。那么我们一点一点来分解它一点一点分解它。我们优先来看一片叶子吧优先来看一片叶子，其中的一片，那就看这一片叶子找一个角度，我们优先去看这一片叶子，好吧？优先去看这一片叶子。那这一片叶子的话呢，我们找一个角度，大家会发现什么呢？或者看这一片更加明显一点我们来优先去看一下它的一片叶子里面，它是有提按的变化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侧面的这样转过来之后它很粗的，但是呢正常情况下从这个角度去看，侧边这边线条是比较细的，到了中间这儿转折的地方，看叶片它稍微翻转了一下，转折的地方呢达到最细的一个角度，然后再转过去之后叶子又变粗了又变宽了，是吗？粗细粗，也就是用笔的时候呢是按下去粗一点，提起来最细，然后呢又按下去又粗，是吗？每片叶子的转折都是这样，包括这一片叶子也是一样，看粗的，然后呢转的地方看这儿特别细，是吗？已经提笔提到特别细的一个角度了，再转过去又是粗的，看粗细粗，运用到用笔当中呢就是按提按按提按的这种变化，然后呢到这儿又是提起来，是吗？尖嘛，叶子的尖，兰叶尖都是很尖的，看按提按提这种变化，这种用笔，我们锻炼的呢就是这种控笔的能力通过练习兰叶，这种控笔能力得到训练之后，其他的一些花卉都会用得上的都会用得上。那么我们再来一起观察一下这么多的兰叶子，对吧？一片叶子我知道它怎么长的了不就是粗细粗的变化吗？
很简单，是不是？一分析之后啊，大家会发现粗细粗的变化就是这么来的，很简单。但是有些同学会说，哎呦，这叶子太多了啊，它怎么穿插，怎么分布呀，对吧？有点难。那么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它的根部啊，其实啊也是非常有规律性的啊，非常有规律性。我们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善于总结，善于发现这些规律。那么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这边的话呢是大家可以看到，看似像是一颗兰花是吗？很小的一盆啊，然后看似是一颗兰花，实际上啊它是3颗啊。我们来拉近看一下。实际上呢，它是3颗。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1颗啊，这边是1颗，1、2、3、4片叶子是吗？4片叶子为1颗。哎，这边的话呢，又是1颗啊，1、2、3笔是吗？3片叶子为1颗。旁边这儿啊，还是一小颗新的啊，长了一颗新的兰花。哎，再往里面去是吗？啊，再往里面去，这儿还有一个小的叶子即将长出来的一个新的嫩芽。其实这是4颗。4颗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哎，其实啊，一共也就7片大叶子，是吗？一共也就7片大叶子。很多人呢会把7片叶子画成1颗，实际不然，实际不是这样的。兰花呀，它一般1颗情况下呢，也就是3到5颗，多一点的呀，能达到5到7颗啊，已经很多了。1颗兰花一般情况下就这么3到5片叶子组成一颗兰花。大家一定要记住，3到5片叶子组成1颗兰花，然后呢，3颗是吗？2到3颗组成这样一大颗啊，它是这种形态的。我们画的时候呢，一定要抓准这个规律，一定要记住。稍后呢，我们用笔墨语言去画的时候啊，也是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律性。画的时候呢，就是在画这种规律。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继续来看一下这盆啊，这盆比较多是吗？看着就眼晕啊，看着就眼花缭乱的，这多少颗呀？我们来看一下，它也是一样的，都是一小颗一小颗的，一小颗一小颗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小颗，我们就单拿一小颗来看，它是不是也是1、2、3、4，也是4片叶子啊，是吗？哎，这一小颗看着好大的一小颗，然后呢，哎，叶子好长的，大家来看一下。也是1、2、3，也是三片叶子为1颗是吗？啊，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也是1、2、3片叶子为1颗。哎，这边的话呢，也是1、2、3，哎呦，都是1、2、3的是吗？哎，这儿还有1片啊，4片，就是大部分啊都是3片的、4片的为主是吗？你看这个也是1、2、3、4。啊，这个是五片叶子啊，1、2、3、4、5片叶子为1颗是吗？大多数啊都是3到5片叶子，然后呢组成这样一颗小的兰花，然后颗与颗之间再组成这样一盆大的兰花。所以说啊，记住这个规律，画的时候呢，什么是基准啊？1片叶子作为1，然后呢3片叶子作为一个大1啊，3片叶子作为一个大1，就是这样的。3片叶子作为一个大1，然后呢1加1啊，再加1，再加1，最后组成一大盆，就是这样的。练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先练1片叶子如何画，然后呢再练一小颗如何画，然后呢最后啊再去研究一整盆兰花叶子应该怎么去画啊，由简单到难，一点一点去练习。那么花朵的话呢，至于兰花花朵的部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因为我这个兰花已经开败了啊，所以说呢，兰花花朵呢，稍后我会给大家找一些非常漂亮的兰花，我们来进行分析啊，进行拆解。那么大家呢，我们先来一起啊，先来练习一下兰花叶子的画法。好，那么我们在用墨色去画，兰花之前啊，我们兰花叶子之前，我们还是要进行分解的一个练习啊，就是说兰花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要知道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古代的一些那么优秀的兰花是吗？兰花作品为什么他们要那样画啊？他们啊其实都是师法自然啊，从自然当中呢总结，然后呢才画出那样优秀作品的。所以说啊，我们要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画。他们画的符不符合自然规律？他们画的好不好看？为什么好看？哎，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啊，它这个兰花叶子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知道真的兰花叶长什么样了，然后呢，我再来细分析一下兰花叶子呀，还有一些
更加细小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兰花叶子呀，大家都知道转折的地方，看转弯的地方啊，转弯的地方啊都是很细的，转弯的地方对吧，都是很细的啊。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真的就是一个点那么细吗？它真的就是特别细吗？实际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太细。我们来拆分它一下，那我们来勾勒一下啊，这是兰花的它的什么呀？兰花的叶片的外轮廓是吧？兰花叶片外轮廓的其中一边，其中一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兰花叶片的另外一侧是吗？兰花叶脉的另外一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的叶脉，它并不是说交汇于一点的，而是说啊有一个小小的角度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儿啊是有一个小小角度的啊。我们再来看另一片叶子啊，这片叶子更加明显一些。我们来看，这边是兰花的叶子的一边啊，这边的话呢是兰花叶子的另外一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从这儿长过去的。然后呢，叶子不是从这儿直接穿过去的，而是说啊，有一个角度，从稍微侧一点的地方长出去的，是吗？可以看到吗？它不是啊，这两条线交于一点，而是说啊，它会错开一点，它会错开一点，这样去生长的，对不对？这是兰花，虽然很细，但是细的部分呀，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交于一点，而是说它有一个厚度。所以说我们在看名家的一些作品当中啊，提笔的时候，它并不是真的就是提到特别细的一个角度，而是说呢稍微细一点就可以了啊，稍微让它细一点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画兰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啊。其次的话呢，就是兰叶的尖上，兰叶尖上的话呢都是很细的啊，大家出笔的时候、出锋的时候呢都要细一点，是吗？兰花叶子所有的叶子都是比较尖的啊，都是比较尖的。再有啊，兰花叶子它是比较挺拔的，它不像小草一样那么柔软，也不像水草一样那么柔软。兰花叶子啊特别硬，特别坚硬。大家去摸一摸兰花叶子啊，找一找触感，就会感觉啊，兰花叶子是特别硬的。虽然叶片不是很厚，但是呢特别厚，特别硬挺，这也是啊体现兰花精神的一个体现。那么我们怎么去画呢？我们知道它这些结构之后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练呢？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练习一下白描的画稿。正规的我们的系统学习的话呢，是需要大家呀，简单的进行白描的一些练习。通过白描的练习呢，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快速的掌握住它们的这种结构啊，以及它们的规律性。那么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勾线的方式，我们可以找勾线毛笔去尝试勾勒一下。那么勾线啊，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太难。然后勾线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控住一点，就是说啊，不要让它水分太多，要让它呢这个水分适中，调一个淡墨，我们进行勾勒，进行分解它的结构。我们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了，然后呢，我们还需要用白描的方式，我们再加强训练。怎么去画呀？跟着老师啊，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画一下，调一个中层次的墨色。然后呢，在纸上啊吸干一点，不要让它太湿润。画的时候啊，我们就画3片叶子啊。开始练的时候呢，不画那么太多，就画3片叶子。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口诀：1笔长，2笔短，3笔交凤眼，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用这种白描的手法，我们去进行练习一下啊，就3片叶子，快速掌握它们的一个结构啊。跟老师呢可以一起来画一下。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根部的叶子，由于大部分看的都是侧面的，所以说会偏细一点。勾勒的时候呢，稍微细一点。然后呢，还有转折是吗？一片叶子它肯定是有转折的，它不会直直的去长出去，它会有转折存在。然后呢，一片叶子很细的一根线条是吗？从这儿转折的地方，这儿是转折的地方，然后啊又转过去，这样一片叶子。然后呢，我们来画一下，继续往下画。这边啊是转折的地方很细啊，转的地方很细，就像这边一样。就像这一片叶子一样，先画哪儿啊？这条线在最上面，我们就先画这条线。当然我并没有在写生我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从这儿啊画一条线，大家注意
中间比较胖，转的地方瘦，尖上也瘦，然后啊，从这儿注意点上，并不是要从这儿这条线穿过去相交在一起，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啊，从这个点上，我们来拉近看一下，从这边这个点上呢，要有所穿插，这条线呀是从后面长过去的，是吗？从后面这儿长过去，你不要从这儿再长出去，要错开一点，要错开一点。好，越往根部的话呢，线条兰花叶子会稍微的再细一点。这是兰花叶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转折的形态。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一个转折形态，它是错开的不要相交在一起。这是一片兰花叶子。那么我们一片兰花叶子画好之后我们再画第二片。一笔长，两笔短，三笔破凤眼，是吗？一笔长叶子，第二笔呢，我们开始画一个短一点的叶子。第二笔短叶子呢，这片叶子呀也是一样，也是要有转折变化。当然，第二片叶子呢，它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转折变化，它可以是比较简单一些的，或者是呢，我们就来画一下。第二笔从根部这儿从根部这儿出笔。第二片叶子呢，我们让它在第一片叶子的后面，从这儿长出去之后，这是第二片叶子的一半，是吗？这是第二片叶子的一半，然后继续往后画。第二片叶子的一个厚度，大家注意，也是一样的，不要两条线交于一起，要让它们错开一些，要让它们错开一点，因为这个兰花叶子它叶片会向里面呢，中间会向里面凹下去一点，所以说呢，它会呈现出这样一个转折的关系。包括呢，有些地方我们甚至呢可以中间让它凹下去一些，对吧？中间还有一条叶脉甚至呢加的再细一些，可以把它的叶脉呢都给它加上对吧？当然我们去学习写意画呢，中间这个并不需要刻画的那么太细像一些工笔画可以加的更加细致一些。那一笔长，两笔短三笔交凤眼是什么意思呢？三笔破凤眼的意思是大家注意一下，两笔画完之后，这儿形成一个什么形状像不像一个凤的眼睛？很细的眼睛是吧？单凤眼像不像一个凤的眼睛很细睁开的眼睛很小。这个就是那个凤眼。三笔破凤眼，三笔交凤眼的意思就是从眼睛中间再出一片叶子，就是三笔交凤眼。好，其实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白描的手法我们来分解一些这些规律性。第三笔呢，从中间去长。第三片叶子我就画一个比较胖一点的，我就不再需要转折了，是吗？它没有转折了，因为很小。第三笔叶子呢，我画的小一点，一笔长，两笔短。第三笔我画一个更短一点的，没问题，对吧？然后第三片叶子我画一个更长一点的，行吗？也可以第三笔的用处就是破一下凤眼，就是呢让它相互交错，看一个叶子在上，第二个叶子在第二层次，第三个叶子呢在第三层次层次感虽然是仅仅画了三笔，但是呢变化非常多，长短的变化是吗？还有前后的变化，还有什么呢？聚散的变化，哪个聚哪个散呀？根部很密集，都交于一点周围呢很散，是吧？周围很发散，然后呢聚散的变化。大家注意，我说交于一点，并不是真的交于一个点上，而是说呢它们的延长线，大家看一下，是它们的延长线，会交于一点。根部这块的话呢，是可以有所错落的并不需要真正的就是说我们画的时候就全都交于一点，交于一点之后反而不好看，稍微让它发平一些，是吧？稍微让它发平一点，整体的叶子整体在一个点上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就是3笔表现蓝叶的方法。当然啊，我们有些的一些兰花，我们也看到了，有些是4片的，有些是5片的，是吗？然后在这基础上，我们再进行添加就行。那比方说，我这儿我还想加上1片叶子，行吗？没问题啊。我这儿刚长出来1片小叶子，行吧？我这儿啊，我还有一些这个已经脱落的一些小叶子啊，只剩一个根部的一些小叶片，行吗？没问题，是吗？加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不要把它真正交易一点，而是说呢，延长线交易一点，这样去刻画它。哎，这是用白描的方法去分析结构，大家呢也可以练习一下，对我们后期的一个学习呢非常有帮助的。那以上这些呢，就是兰花的呀，它的叶子的一些结构。那么叶子了解结构之后，我们接下来呢，了解一下花朵。兰花啊，兰花花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啊来研究一下兰花的花朵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有几个花瓣的。我们可以一起先来观察一下它啊。兰花呀，可以先来观察一下它。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这2朵花非常明显。它是由几个花瓣组成呢？我们来看一下，3个，1、2、3、4啊，1、2、3是吗？3个长长的花瓣组成，还有呢，中间还有2个呀，还有2个小花瓣是吗？2个比较小的花瓣，哎，它一共有几个花瓣组成啊？5个花瓣。兰花的花瓣呀，也是由5个花瓣组成。这边像什么呢？这边啊也像一个花瓣，但是这个啊是花唇啊，花舌，它并不是属于花瓣的层次啊，并不属于花瓣的层次。然后呢，很简单啊，很简单，中间这些地方呢，可以把它呀理解成花心就可以了。3个大的，2片小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花心，对不对？很简单，我们来一起啊，就是说看一下它的一些生物的一些结构啊，生物的一些结构，那称为什么呢？3片大的称为外轮花背瓣，然后呢2片小的称为呢内轮花背瓣，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合蕊柱啊，也就是中间啊它那个花蕊的结构啊，中间花蕊的地方花蕊柱，然后呢还有就是唇瓣，哎，就是说向下垂的这个是吗？像小嘴唇一样的，哎，像小嘴唇一样的叫唇瓣，哎，叫唇瓣。然后呢，还有就是下方子房啊，大家这些名字不需要去记忆啊，不用去记忆，仅仅需要记住1、2、3、4、5，然后呢中间花蕊就够了啊，记住这几点就够了。然后还有就是苞片啊，苞片的话，花茎苞片这些的话呢，也是很明显可以看到的，对吧？这是它的花茎，这是它的苞片，哎。这是它的苞片啊，花茎苞片都是很明显的啊。一会儿呢，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如何去画它啊。这是正面的，对吧？正面的、侧面的啊、背面的，以及呢下垂的啊，应该怎么去画呢？一会儿啊，我们来一起分解去练习一下。大家呢仅仅需要记住它的大规律：1、2、3、4、5个花瓣，再加上花心啊，加上花蕊就够了，再加上它的这个花茎。啊，再加上它的这个苞片，哎，其他的不需要去记忆。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对吧？我们在目前这个线描稿的基础上呢，其实啊，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上一些小花儿，是吧？可以给它通过白描的手法，我们去加上一些小花朵。加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就加1朵花啊，也可以进行练习的，各个方向的、各个朝向的都可以进行练习。那比方说呢，我们这儿加一个侧面的吧。加一个侧面的或者偏正面一点的向下垂的这样一个花朵是吗？平常的话呢，这种白描的练习，初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训练。拉近一点啊。画的时候呢，这朵花呀，我想画在什么位置呢？我想画在这边，这边的话呢，也是体现画面的一个聚散变化。哎，这是它的一个内轮的花瓣是吗？就是里面那个花瓣，哎，然后啊这边的话呢，再来一个里面的花瓣，哎，然后后边的话呢是一下花唇啊，一些花蕊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往这边来，它的外边的，外边的这个花瓣，
这边还有一个外边的花瓣，这个外边花瓣呢，我们可以把它呢画的比较大一些。画的比较大一点，外边3个花瓣大，里边2个花瓣小，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花蕊就可以了。然后呢，再连接上它的这个花亭、花茎，然后呢，再加上它的一些包片，是吗？包片的话呢，有些被挡住了，可以不加，或者简单加上一些表示一下也是可以的，意思一下也是可以的。所有的花瓣都是要朝向花心的。所有花瓣都是朝向花心，然后花心地方呢再长花茎，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白描简单的白描。大家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去进行国画的写生进行国画的创作，甚至说呢像这样一张简单的白描画稿，对吧？大家都可以把它进行加工成工笔，都是没有问题的书画同源，国画当中呢各种画种也是呢相通的，只不过呢各这个画种之间需要稍加变化就可以了。好，那白描的话呢，我们就讲到这里白描这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分析结构就分析到这儿。大家呢对结构想再深入了解的想要再深入这个研究的是吗？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写生搜一些网上的一些兰花的图片，或者是呢如果说自己养着兰花那就最好了，是吗？对着真的兰花去用这种方式去写生开始毛笔控制不住的时候呢，也可以用铅笔先勾勒一下，了解它的外形。兰花特别优美的尤其是叶片特别优美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用写意的手法讲到重点了，是吗？用写意的手法去刻画它叶子如何去练习，如何去画。那么练兰花叶子我们练的时候呢，就是那些规律性对吧？其实就是那些规律性，体验的变化。好，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无非就是提案的变化。那么我们先从一片兰花叶子开始练起，找一根雄狼尖毫，或者是呢点墨成金也是可以的。不要用纯阳毫，纯阳毫容易画的软塌塌，尤其是在初学者的时候不要用这个纯阳毫的，纯阳毫容易画的软容易画的绵，画不出那种君子气息。画熟练了之后呢，到创作阶段，控笔能力已经很高了，那个时候对笔的限制也会少一些。比方说我们用这个雄狼尖毫，小号或者大号都可以。笔尖上调点浓墨，笔肚上呢保持水分。大家注意，画兰花不要把整支毛笔都调成一个墨色，笔尖上的墨色浓，笔肚上的墨色浅。这样画出来的兰花叶子它是有墨色变化的，虽然很细微，但是呢是存在的。先从一片叶子开始练一片叶子怎么练呢？练习的时候多练一下，不要练完一张就觉得练会了，是吧？可以多练习2张纸。练的时候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练的时候呢，就是在练这种提按的变化。大家看一下按下去，然后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按下去，就练什么呀？就练这种提按的变化，就练这种提按的变化多练习它几张纸，把这种提按变化呢掌握的很轻松、很惬意了之后，再画成幅的就简单了就简单了。然后呢，当然这种变化的话呢，这种叶片的练习有些叶片是朝左的，有些叶片我们朝右练，都要分开去练。大家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来练一下粗一点，细一点，再粗一点，再细一点，是吗？看这种粗细的变化，但凡是转折的地方，用笔呢要提起来要细转过去之后要粗，收笔的时候叶子的尖上又要细不断的进行这样练习。有些地方呢可以转2个弯，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转1个弯，是吗？就转1个弯，看这儿粗的、细的、粗的、细的就够了。看粗细、粗细、粗细，有些地方呢粗细、粗细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就特别小的叶子，就可以看一个按下去
提起来就够了，提按提就够了，对吧？这是小的叶片。我们在练的时候呢，这张纸上啊，我们就大胆的去练就行，各个方向的，各个朝向的，是吗？这种提按的变化啊，多进行练习，多进行训练，是吗？多进行训练。有些叶子呢朝右边撇，有些叶子呢我们可以让它朝左边撇，是不是？有些叶子可以朝左边撇，朝右边练完之后啊，我们朝左边练。这张纸的话呢，我们呀就把它呀当成一个训练场，当成一个这个实验场，是吗？朝右练完，朝左练。左边练习的时候呢稍难一些，但是左边叶子练习的时候啊，也是要注意看，想让它提起来就能让它提起来，想让它按下去它就能按下去。这个就是在练习我们的控笔能力。我们不要被这支毛笔所掌控，而是呢我们要控制住这根毛笔，让它粗的时候它就粗，让它细线条的时候它就能细得起来，这是才起到一个练习的目的。然后这些的话呢，单个的线条啊，大家就多进行练习就可以了啊。我就是给大家把这种方法呢教会大家，然后呢，大家在除了练习课上啊这样一张作品之外呢，大家呀可以多进行练习，各个角度的，对吧？在生宣纸上多进行训练。那么除了练单片叶子之外，第二个步骤就要来了。第二个步骤呢，也是最关键的步骤，从一片叶子过渡到一颗兰花。怎么过渡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这是一小颗兰花，它有长有短，有交凤眼。画的时候呢，一颗兰花也是一样的，画的时候啊要这样去画。一笔长的，是吧？一笔长的叶子。然后呢，旁边这儿啊，我们再来一笔短的叶子，是吧？再来一笔短的叶子。第三笔啊，往往呢我们会交凤眼，就是说从这儿啊再加一片叶子，然后练完一片叶子之后，我们在成幅的纸上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叶片的穿插。叶片怎么穿插呀？就是练习啊长短的变化，练习穿插的变化，练习聚散的变化。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兰花呀通常是兰花或者兰草，是吗？以叶子为主的，所以说啊，我们先学画叶子，再后来再去练习花朵。画兰花叶子呀，一般呢又称为撇兰，如同写字的撇法一样。用笔呢，尽量的啊，用笔的话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一般都是在悬着手腕去画，是吗？我是在悬着手腕去给大家画的。大家呢也可以参考这种，不要趴下来，趴下来啊，画工笔没问题。趴下来之后呢，画这些叶子，它这种提按啊很难去掌控，尽量不用肘腕贴在纸上，而是说要旋腕去画它，甚至呢可以旋肘。把手肘也旋起来，站着去画它啊，站着去练习这种提按，会更加顺畅一些啊，会更加顺畅一点。然后呢，线条会更加轻灵啊，会更加轻便灵活，并且呢也显得有力量感。画兰花呀，最忌讳什么呢？叶子的相均称，就是说呢，叶子画成平行线了啊，叶子画的都一样长了啊，叶子方向都一样了。最忌讳这些，画的时候呢要注意长短的变化，要注意粗细的变化，要注意这种刚柔的变化，对吧？粗的呢像这个螳螂的小肚子，细的呢就是老鼠的小尾巴，然后两片叶子啊相交成一个凤眼，折叶又能得到呢这种进折取势啊，刚中带柔的感觉，若断若续的感觉，是吗？有种笔断意连的感觉。有些地方呢，你像那个小叶子，我简单示范一下。有些叶子的话呢，看笔断意连，虽然断开了，但是呢，又给人能连接上的感觉啊。兰花就要练习到这种手到擒来、很自然的这种状态，那么就练出来了。当然呢，就是说对于兰花的学习啊，大家并不要求大家先把兰花画得很好了，再去画下一个类型，再画下一个花卉啊，不建议大家这样。兰花的练习呢，要练，并且呢要练上这么2到3天，甚至多练几天都是可以的。把基本功先打一打，然后呢再去进行下一个花卉。
再去进行喜欢的花卉种类啊，然后呢，练其他花卉的过程中，反过头来每天呀练上这么1-2幅兰花，因为兰花很快，一幅可能仅仅需要3到5分钟就能画完一幅，但是在练的过程中都是在打基本功啊，都是在练基础，所以说呢，这个兰花可以反复进行学习啊，可以反复进行学习，一辈子里面就是半生兰一生竹嘛，说的就是这个啊，在平常的画其他花卉种类的时候，其他蔬果的种类的时候呢，都可以反过头来再进行兰花的练习啊。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练习啊，就是说，平常的话呢，我们就进行这种3笔竹叶的练习啊，一片叶子会练了，那么我们就进行这种3笔竹叶的练习，一片长的，一片短的，第3笔呢相交在一起就可以了，或者是第3笔不一定这样相交，也可以呢怎么相交呢？也可以这样相交啊，我再来画一下。我在这儿相交行吗？也是可以的啊，也是没问题的。总之呢，就是让他们呀一个延长线交于一点。大家注意，这3笔蓝叶子并不是真正的交于一点，而是说它们的延长线。大家注意，延长线是交于一点的。这边也是一样，延长线交于一点。根部呀不要真正的交于一点，而是说延长线交于一点。然后呢，兰花叶子撇的时候通常是有些叶片靠下，有些叶片呢靠上。就是出笔的时候，入笔的时候，有些叶片靠下，有些叶片靠上，这样出来的根部会更加自然，更加生动一些啊，这是它的一些基本规律。那么在3笔蓝叶基础上，我们平常需要大量练习这种3笔蓝叶的，记住这个口诀，加以进行大量的练习。当练熟了之后可以不根据这个口诀去画，但是前期初学的时候呢，口诀非常关键非常有用。练好3笔的竹叶蓝叶之后，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它进行穿插就行。那我们知道，一颗小的兰花，它由这个3片叶子，有些呢是5片叶子的，是吗？那画的时候就通过3片叶子进行添加补充就行。那比方说下边这颗叶子，3笔，我能再加上2片叶子吗？没问题我在这儿我再加上1片，看，我在这儿再加上1片，行吗？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我加的这一笔有没有犯错误是不是犯了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错误？大家还记得讲过什么错误吗？是不是平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片叶子朝这儿，这片叶子呢也是朝这边，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平行是吗？然后我再来画一笔。我说我再加一笔行吗？我说5片叶子再加一笔这片叶子行吗？有同学说我发现问题了，平行，对，又犯了一个平行错误。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来和大家说一下。这边大家注意，3条叶片交于一点了，是吗？3条叶片交于一点了，真正的自然当中兰花叶子它会出现这种形态，但是在我们国画的处理当中呢，最忌讳这种出现的是比较忌讳它的出现的。3片叶子交于一点，交完之后，这个点会形成一个很强烈的视觉中心，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开这种错误出现。第一个错误，平行第二个错误，3交于一点，是吗？3条线交于一点，这是最严重的2个错误。练习练习3笔的，练习4笔的，练习5笔的时候，都是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平行，不要3条线交于一点。避免开这2个大的问题之后其他的小问题稍微要差一点，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这2个大问题一定要避免开。当然我们在后期的创作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偏平行的叶子。那偏平行的叶子怎么去处理呢？有些叶片我们会不由自主的画的稍微那么平行一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片叶子，这边的话呢，我如果说再想要加上那么
稍微平行一点，哎，这种可以的。一片很长的叶子，一片很短的叶子，然后呢稍微平行一点，哎，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那切记就是说都是长叶子，然后还是3条都平行，画面啊就不好看，需要避免开这些问题。大家呢可以把这些记一记啊，把这些记一记，这些都是画的过程中需要避免的一些错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画2笔或3笔组合的时候，第3个问题就是说避免什么呢？错误3，避免什么呢？避免一片叶子我这边撇第二片叶子呢我这边撇，V 字形的是吗？从中间劈开之后，左右对称了是吗？这个也是要避免的。不要左右对称的结构，不要左右对称的。画的时候呢，我可以避开一下吗？这边一片，然后旁边呢，我可以一片小的，它不就错开了吗？或者是呢，我旁边我再加上一小笔你看这个你就没办法加，你加完之后，它这2片叶子还是非常对称，2片长度一样，方向一样，就显得特别的平均，就像天平一样，显得这个叶子不好看。怎么去修改，怎么去调整，都很难去调整过来尽量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尽量避免这种问题出现。这片叶子这样长，这片叶子呢，我们可以让它直一点，是吗？向左撇的时候稍微直一点，或者往直里面走，我再翻折一下都可以，尽量避免左右对称这是第3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种状态。第4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还有一种画的时候呢，容易画成这种叶子，做一个错误的示范有些同学呢刚练的时候觉得体验的变化，然后怎么练呀？这种是吗？有些同学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像豆角形状像豆角一样，一个小豆子一个小豆子一个小豆子像长着那个小瘤子一样的，不要这样去练。你穿插的再好看是吗？看穿插的再好看，但是你出现这种小豆子的形状，这种用笔是不可取的。即便你穿插的再好看，但是呢，它不太符合兰花那种君子气息的结构，它不会这么翻转的我们要知道，它但凡是这个叶子翻转的地方，是转折的地方，它这个兰花叶子如果说翻转成这样，它得多拧巴呀，是吗？那叶子得多么拧巴呀！所以说尽量避免这种错误出现最主要的4个问题，这是我们画兰花叶子避免的4个主要的问题。当然呢，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那比方说还有第5种，第5种的话呢，当然不是那么太重要就是说和那个平行是有一定关系的。画的时候呢，像1片叶子2片叶子，3片叶子4片叶子5片叶子6片叶子。画完之后呢，这些叶子形成这种井字形或者是呢形成栅栏的形状，形成栅栏的形状形成这个井字形，避免这种情况。画的时候兰花根部呢就是3到5笔为一组，3到5笔为一组。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个正确的就是3到5笔为一组。什么意思呢？看1笔2笔3笔，是吧？这是一组叶子。然后呢，第4笔，你说我再加1笔行吗？第5笔没问题。3到5笔为一组，这是一颗兰花这是一颗兰花。你说我们刚看到的，包括我刚给大家我养的那盆兰花，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有一组即便那个小盆的，它也是有3颗，是吗？那3颗怎么画呀？通过练习单颗的，刚开始练的时候，先练这种单颗的，练好单颗的了，想让它变得更加复杂，我想把它画的颗数更多一点，画的更密一些。这个时候呢，大家注意，它们的根部不要交于一点，是延长线交于一点。然后呢，还要注意，在画第2颗的时候，和这一颗不要挨在一起了。不要从这颗上再长，旁边去加它旁边去长。怎么去画呀？看，还是有长有短有穿插，大家注意，看有长的
然后这儿我再来一片长的叶子，行吗？啊，一片长叶子是吗？然后啊，我旁边这儿我再来一片短的叶子，哎，看一片长的这样弯转，一片稍微短一点的，哎，朝这边弯转。我第3笔，我从这儿算是破风眼吗？也没问题，是吗？也是可以的。1笔长，2笔短，3笔啊没交在里面，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呢这一组叶子交在里面了，这一组叶子呀，当大家练得熟练了之后，是可以从这儿长出去1笔，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我从这儿再加上一片小叶子啊，我在这儿我再加一片，3到5笔为一组，是吗？这一颗小兰花咱就画好了，就是这样的。2颗组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注意，2颗兰花组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不是交于一点的，也是它们的延长线交于一点，而不是说呢它们的都交于真正的一点，而是说它们的延长线交于一点，这样啊画出来的兰花更加的有节奏感，更加的有力量感。在旁边，你说我还能再加1颗吗？就像我们看到我养的那盆小的是吗？它没啥，第三颗呀，它就是一些没长成型的一些小的叶子。那我在旁边我再加一些啊，也是可以的，是吗？也是没问题的。再加上那么2笔也是可以的，对吧？就是不断的在进行添加。如果说还想丰富它，在这基础上，在这一大组的基础上，然后呢，我再去干嘛呀？我再去进行添加，我后面我再加1颗行吗？也没问题，是吗？就是一点一点去添加。当然这一幅小作品啊，添加的太多啊，反而不是太好看。一般有这么2到3颗就足够了啊，甚至说呢，有些小作品啊，你像霍春阳先生作品当中画兰花，通常情况下一张不小的纸，然后呢就画那么1颗兰花，每一笔都很到位，不一定画的兰叶子越多越好看。啊，每一笔都很到位的情况下呢，有那么1到2颗就够了啊，就够了。这是兰叶子的练习方法。一会儿啊，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呢，给它添加上花儿，行吗？先把它呀放一边。我们接下来呢，研究兰花的根部，以及兰花的叶子。兰花根部就比较简单了。兰花根部的话呢，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画到兰花根部，但是呢，有些特殊情况下，对吧？包括一些历代的一些画家啊，把这个兰花给它刨出来了，哎呦，看着兰花根，然后呢，想着这个画上2笔啊，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画的时候啊，也可以练习一下兰花根部呢，也可以简单的练习一下。那这个是兰花的根部啊，兰花根部的话呢，它就是那个错综复杂的，从这儿这个根部这儿，就是这种啊，它这是什么根？就是没水的时候啊，很干巴，然后呢，吸了水之后特别鼓包啊。它这个根部，一般养兰花的朋友可能知道，养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咱们就是半个月浇它1回水啊，干透了之后再浇啊。它这个根部比较特殊啊，比较特殊的，不能一直泡着就把它泡烂了啊。它这个根部的话呢是比较随机的形状啊，很乱哄哄的。我们画的时候呢，它看着乱，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呢，不要画的太乱，画的时候还是要把控住它的一些规律，找到我们国画当中的一些变化，就是说一些聚散变化，大家可以先有所了解，不需要去花大把的时间去练这个东西啊。我就简单的，这是一小颗兰花啊，它的根部怎么画呀？画的时候啊，用这个毛笔啊，对吧？这样，有前有后是吗？有前有后，从根部啊，从兰花的上边根部，然后呢，这样生长它一下就可以了。用这个侧锋胖嘟嘟的这些简单的这样一画就行。画的时候啊，很乱是吧？但是我们画的时候不能把它画乱，一定不要把它画乱。画的时候哪根线条在上，哪根线条在下，然后呢哪根线条啊搭接哪根线条，要交代清楚才行。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聚散的变化。看简单的这样几笔，大家呢可以看到我画的呀，它是有变化的。中间这儿很密集，周围呢这些兰花根啊很发散，有疏有密啊，有疏有密就可以了。其实啊，画画就是表现阴阳变化，表现疏密关系。至于你画的和真实的像不像啊，那个呀，
还真不好说。你可以把它画的不像国画嘛，它有7分写实啊，3分写实，7分写意。看写意画就是3分写实，7分写意就可以了，意思一样，但是呢，画的不像油画那样一模一样啊。油画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就像照相机一样，物体是什么样子就把它照下来，复制下来，复印下来。但是国画的话呢，是画的是它的规律性啊，画的它的一个规律性，更高层次的一个审美，经过提炼的一个美的一个概念，对吧？有聚散就可以了，有些深浅的变化就可以了，有前后的变化就可以了。这就是根部啊。根部的话呢，前期啊大家可以少练习，因为这个用的并不是太多啊，用的比较少。当大家笔墨语言掌握的很清楚了，根部的话呢，简单的随意练都能勾勒出来。主要是花朵啊，接下来呢主要是练习兰花的花朵部分。花朵的话呢，我们可以啊用笔要灵活一些啊，用笔呢可以灵活一点。如果说有练过行草书的话呢，更简单了是吧？可以运用一些行草书的一些笔法啊。兰花呀，兰草的这个花儿啊，本来呢就是它是5个的是吗？5个花瓣，然后还有一个是花舌啊，是花蕊。所以说呢，画的时候啊，画成5瓣就行。怎么画呀？其实特别简单，相对来说练会了叶子，再去练花啊，那就简单多了啊。笔尖上调点浓墨，注意，也是笔尖上调点浓墨。那我们画的时候呢，可以用雄狼笺毫，我推荐大家用这个吧，因为我画的比较熟练了，所以说呢，我用哪个毛笔都没问题。前期大家练习的时候呢，可以用点墨成金去画花，出来效果呢会更好看一点，会更容易出现效果。点墨成金，比方说可以用小号，也是尖毫毛笔啊。大家如果说手上有尖毫毛笔的话呢，用尖毫毛笔就行，尖毫毛笔。然后呢，笔尖上大家注意不要太湿润啊，笔尖上调点浓墨，笔尖上墨色浓，笔肚上墨色浅。然后怎么去画它呀？我们来一起画一下啊。先从小花苞开始练吧。小花苞的形态啊是包起来的，一般呢我们只能看到2个花瓣，很简单，跟着我吧，一起可以来画一画。一个大的，一个小的，2个抱在一起的感觉是吗？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抱在一起的感觉，这个就是花苞的形态啊，花苞的形态。然后呢，当然花苞它还会长上这个花亭，对不对？长上这个花亭啊，以及呢，花亭上的这些苞片是吗？都可以加一加啊。墨色稍显重。练习的时候呢，大家就多进行练习啊。比方花苞是吗？我朝正面的，我朝上面的，还有一些花苞可能是侧面的，是吧？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就是代表花苞。用笔的时候呢，大家注意，用笔的时候可以是稍微胖一点，是吧？稍微的胖一点。然后呢，看用笔的时候是笔尖朝上，是吧？笔尖朝这个花瓣的尖上，然后呢按下去提起来，就这么简单，按下去提起来就可以了。看，按下去提起来就可以了。这是朝左下方的，比方说朝右边的也一样，看，按下去提起来就可以了啊，按下去提起来就可以了。注意画花苞的时候啊，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记住这一个规律性就行。然后呢，它的一些花亭，从根部这儿是吧，长上来，它的一些苞片是吧？这是它的苞片，再这样转下来看，它从这儿转，然后苞片从这儿再转下来，右边一个苞片，左边呢可能还有一个苞片，从这儿再转下来，是吧？很自然的这种曲线的美，曲线的感觉就出现了。看，从这儿转下来，从这儿这样轻轻的转下来，从这儿再转下来，从这儿啊再转下来。大家记住这种行笔的一个方向啊，把这种方向呢找一找。兰花的话呢，它也分为蕙兰以及这个春兰，是吧？春兰的话呢，一般啊一个亭上长1朵花啊，蕙兰的话呢，一个亭上会长好多朵花。那比方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画成蕙兰，是吧？看从这儿穿下来，然后啊从这儿啊又穿下来，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从这儿又长了一个小花苞一样，是吧？其实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呢，再加上它的苞片啊，再加上它的苞片。
一点一点去刻画它就可以了。这就是兰花的花苞的形态。那么其实兰花花苞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重点呢就是兰花的开花的形态，然后变化是比较多的。那么练习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笔尖上调点浓墨，笔尖上调点浓墨，然后呢开始进行练习。比方说正面开的兰花，画的时候看中间还记得吗？中间2个小的花瓣是吗？周围3个长的花瓣，中间看1个、2个也是一样，和花苞的形态呢基本上相同，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这是中间的2个小的花瓣，然后外围3个长的花瓣，外围3个长的怎么画呀？我单独的示范一笔啊，是这样的，用笔的时候呢，笔尖朝向的方向细一点，然后按下去，快速的提起来，这是周围的大的花瓣的行笔方向、行笔姿势。画的时候呢，可以看，轻轻一带，这是1个这边2个，这边3个。画的时候所有的花瓣都要朝向花心，都要朝向兰花的花心去画都要朝向兰花花心去画，就是尖上比较尖，然后呢按下去粗一点，然后呢再提起来再细一点，就是这种变化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上它的一些花亭是吧？这就是一朵兰花。还有它的花蕊、花舌，花舌我们一会儿再画它。先练习，就是大家练的时候也是一样，多练各个朝向的，多练习。比方还有正面的，正面的怎么画？这个是一个朝上的，还有一些正面的，1个、2个，是吗？旁边也是，中间是2个小的，这正面花嘛，正面花它这个花是压缩了正面的这中心2个花压缩了，比较小白娇先生经常这样画。周围的话呢，看1个2个是吧？3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它的一些花亭这是正面的。然后还有一些侧面的，侧面的也是一样，比方说朝左侧的或者朝右侧的，都来练习一下。看朝左边侧的，1个、2个，中间2笔是吧？一大一小，记住这些规律性就可以。1个、2个、3个是吗？然后再给它加上一些花亭，就可以了。你说我加上一些这个包片是吗？也可以。你像这些地方呢，其实就代表着包片，你粗一点也是可以的，代表着这些包片。还有一些，你比方这个是朝这个右边的还有一些可能是朝左的，是吗？朝左的我们也是进行练习，朝左边，1个、2个、3、4、5，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朝下的，是吗？你看有朝上的，还有一些朝下的。朝下开放的花朵呢，一般都是快枯萎的，朝下的也是一样，1个、2个。一大一小，然后呢，叶子都朝下，已经垂下来了，要开败的一个姿势。外围的叶子呢也是朝下，这种状态，有种低垂的感觉，有种即将枯萎的感觉，是吗？加上1、2、3，你说多加1个行吗？也没问题，1、2、3、4都可以，或者我少一点，我只有1个包片行吗？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写一画它有这种概括性的。以上这些呢，就是花朵的练习方法，大家呢多进行练习，因为真正的花真正的这个花朵开起来之后，它各个方向的特别多各个角度的特别多，它有无数种形态。即便是我们摘下来一朵花，然后稍微这样转动它一下，然后呢，它就呈现的形态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呢，大家随意去画就行，把这个方法掌握住就可以了。中间2个一大一小，周围呢3个花瓣。规律性掌握住之后，画出来兰花都没问题都是对的，都没问题的。然后呢，再把控住聚散的变化，中间花心比较密一些，对吧？周围这些花瓣呢比较散一点就可以了。那画好花瓣之后呢，还有它的花蕊没画呢。花蕊我们可以呢就调一个浓墨就行，就是调一个浓墨，调浓墨，然后呢。点上它的花蕊，花蕊点的时候就有点像写这个
草书一样啊，写行书一样，把它呀连接起来。比方这个花蕊1、2是吧？就是1、2，有点呀连贯性，这样去点它。中间也是1、2、1、2、1、2，2个中间啊点上这么2笔，代表它的花蕊就行。或者是呢，中间点上1笔，代表它的花蕊啊也是可以的。像这种1笔啊、2笔、3笔，中间1笔花蕊，两边的话呢，还有一些花唇呐，那中间这个是花柱是吗？周围那些可以把它理解成花唇呐，就是简单这样一带就可以了。3个点，2到3个点代表它的花蕊就行。中间这个也点一点，1、2，或者中间2个，外边的话呢1个，中间2个，外边3个啊。中间2个，外边一个，对吧？露出来很少嘛，点上1个点就够了。有这么花蕊啊，点的时候有这么2到3笔就可以了。2到3笔就可以了。这是兰花的一些规律性啊，兰花的一些规律性。当然，画兰花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色彩可以去画。那比方说，我们不能用纯，有些花朵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上一些颜色，不一定要用纯墨色去画，对不对？那可以加上一些赭石色啊。我简单来画一画啊。之后的话呢，我们画到具体的兰花作品的时候啊，再具体去研究这些颜色。画颜色呀，也是和墨色一样的基本规律。笔尖上调浓一点。那比方说，我画一个赭石色的兰花，笔尖上调赭石，在笔尖上啊可以少量的加一点点墨。笔尖上最浓，笔肚上呢比中间稍微浓一点，笔肚上呢是水分。然后呢开始画它的兰花，中间这个是小花苞，旁边这儿啊我们可以加上一个盛开的小花，1、2、3是吗？中间2个，外边3笔，然后呢这边啊我们来一个，朝这个呀，快开败了的，对吧？上面大家注意，画蕙兰的时候啊，你像我们都是画的单个的是吗？然后我现在画的是一个蕙兰，画蕙兰的时候呢，它有一定的规律性，上边顶端的呀最后开放，越往根部走啊，开放的时间越早。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虽然仅仅画了3朵花，但是呢，上边的没开呢，下边的已经快开败了啊。当然，我画的是比较夸张的，就是艺术化的处理嘛，稍微夸张了一些。大家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画蕙兰的时候呢，最顶上的开的要少一点，靠近底下的、靠近下方的开的要大一点啊，这个是一个基本规律。那么画蕙兰的话呢，这些地方就可以省去不画了啊，小苞片就可以省去了，苞片的位置呢都长了兰花了是吗？就简单了。最底下想加苞片，最底下再加苞片就行。点上它的花蕊，花蕊呢还是要用墨色去点，点睛之笔嘛，要浓一点。好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蕙兰的状态。当然蕙兰的话呢，你说还有一些蕙兰可能会长很多花啊，不只是3朵啊，5朵的、7朵的都有啊，甚至最长的、最那个长得最多的，能达到11朵啊，能达到11朵一个亭上长那么多朵。一般情况下我们就画上这么几朵就够了啊。蕙兰也好，春兰的话就画上1朵就行。这是兰花花朵的画法。那么呢，大家可以多练习啊。多进行练习，分开练习。好，那么我们通过兰花绘画了，对吗？叶子绘画了，那么我们把刚才我们练的这幅，我们给它加上一个花行吗？没问题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作品这个练习的小画稿上，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上1朵花。你像我们已经练了叶子了感觉这个叶子还练得还不错，还可以，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上花之前练习的一些小画稿也可以留下来的。怎么加花朵呢？加花朵的时候也有一定规律也有一定规律。然后呢，画兰花一般是先画兰叶，然后呢再在适当的地方添加花，什么地方适当呢？就是让它更加密的地方。那比方说，我想这个地方让它更加密集一点，我就在这儿添加花。我想让它这儿更加密集一点，我就在这儿添加花。当然，这个根据大家的一个审美，根据我们之前讲的一些构图方法是吗？来进行练习。那么我想让它这个地方更加密一点，
所以说呢，比方说我们就用这个赭石色的，调点赭石，笔尖上调点赭石，在笔尖上调点墨色，这儿我想让它呀来上一朵花啊，或者这边我想来上一朵，看1、2、3、4、5，是吧？5笔一个兰花，然后呢画上它的叶子啊，画上它的花体、花亭、花茎，这边是一朵，旁边这儿我还想加上它一朵，或者我这边我想加一朵，行吗？1、2、3、4、5，哎，加上它的花茎。这边啊，我还想来上一朵，这个是朝这边的，这个是朝上的。我这边这朵呀，哎，我让它朝哪儿呢？啊，我让它朝右边吧，行吗？哎，都进行练习一下，哎。就可以了，对吧？这就是一小幅兰花作品嘛。通过一个兰花叶子训练，然后呢，再添加上花朵，这就是一幅完整的兰花作品了。再点上它的一些花蕊，是不是？好，再点上它的一些花蕊，然后再提上字，这不就是一幅作品吗？题字的话呢，你像这幅作品当中啊，因为并没有提前去给大家做一个构思，也是信手这样画的。题字的话呢，根据画面再去进行题字。题字的话呢，题在什么位置呢？有多种题字方法。题的字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题在右上角啊，题一首长诗，题一首长词，可以题在这边。题字比较少的情况下呢，可以题在这个叶片的下方。藏起来是吧？这边别看很少，但是这个叶子朝下方来的，很有坠下来的感觉，很有一种力量感。这边就不要再加字儿了，加字儿的话呢就加在这儿。别看这边已经很多东西了，但是呢，相比于这片叶子来讲这边感觉还是力量不够，再提上一个字儿。就可以了前期大家练习题字的话呢，可以题字稍微少一点。这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书法基础，那么题字可以题的多一点题一些大字儿，题一些多字儿都是没问题的。前期大家练习比较少的情况下呢，要避免这个书法功力的不足，我们可以题字少一点，先练自己名字。先把自己名字练好，练好之后呢，只提名字就够了。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幅画就完成了呀。分解练习，我们也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也没问题。兰花就已经学会了一半，那么之后的话呢，我们再给大家进行一些成幅作品的一些示范一些创作的一些内容。好，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